自中国海警新规15号实施后，菲律宾方面首次挑衅。据中国海警17号发布，当天5时59分，菲律宾一艘运补船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以不专业方式故意危险接近中方正常航行船只，导致发生擦碰。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采取登临检查、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17号傍晚表示，当天菲律宾违背承诺，派出一艘运补船、2艘充气艇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企图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期间，非运补船危险接近，蓄意碰撞中方正常航行的船只。中国海警对非船艇依法采取警告拦阻、登临检查、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我们在此正告菲方，任何形式的侵权挑衅都徒劳无益。中国海警全时戒备，严阵以待，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海警这次几乎是实时发布了菲方恶意挑衅及中方处置措施的消息。第一则快讯是在当天凌晨4时27分发布，中国海警宣布对侵闯仁爱礁邻近海域的菲律宾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6时54分，中国海警发布第二则快讯，点出，就在当天5时59分，非运补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不专业方式故意危险接近中方正常航行船只，导致发生碰擦，责任完全在菲方。 观察指出，面对菲方挑衅，中方快速发布相关消息，有力掌握舆论主动权。 菲律宾军方则延续之前的老套路，召开记者会，由非武装部队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特立尼达出面，颠倒黑白地指责中方行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同时拒绝透露补给任务的行动细节。 外界注意到，这次是自中方15号实施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后，菲方首次在南海岛礁发起侵闯行动。今年以来，菲方闹海动作不断。3月23号，菲方企图向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运送建筑物资，现场非运补船不顾中方多次劝阻警告，仍强行冲闯侵入，后被海警水炮喷射，才举白旗收手。 5月19号，菲方对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进行空投补给时，菲舰上至少2名人员持枪在甲板活动，并用手用枪指着中国海警方向。 6月4号，菲海警船在仙滨礁附近海域调放数艘小艇亲登仙滨礁沙洲，被中国海警依法采取管制。有分析指，17号发生的此次挑衅，显然是菲方试图在中国海警实施执法新规后前来试水。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到现在，菲律宾利用这种灰色地带这种手段，是怂恿更多的渔船、媒体，然后包括渔民到这个地区来挑衅。他可能还是想采取某种状态，不断的使这个地区，包括尤其是这个仁爱礁附近，保持一个高温状态，那么塑造一个中国霸凌的这个形象。我想他根本的目的在于此。 5月15号，中国海警局发布第3号令，公布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并于6月15号正式生效。这是为进一步落实2021年2月颁布实施的海警法而出台的配套规定。新规旨在规范和细化海上执法程序。然而，菲方对于这一新规十分紧张，菲外交部表示严重关切，称该规定侵犯了菲律宾主权，违反了国际法。 菲律宾媒体还别有用心地抓住规定中提到，对涉嫌违反出入境管理的外国人，经海警机构负责人批准，可拘留审查；案情复杂的，可延长至60天等章节内容，肆意渲染对非法越境外国人实施拘留等场景进行炒作。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甚至还在新规生效前夕，要求菲律宾渔民无视该规定，继续在其所谓南海专属经济区捕鱼，叫嚣我们有权开发专属经济区里的资源，所以我们的渔民没有理由感到害怕。对此，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丁铎指出，该规定是中国逐步细化海警机构履行职责流程的常规国内立法活动，是出于完善海洋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与当前南海形势没有关联性。菲律宾强行将中国颁布国内法律法规的行为与其在南海的非法主张挂钩，未免有些自作多情，甚至有点做贼心虚。
本身这个制定法律和执法就是对于本国这个主权维护非常重要一个这个措施和手段，所以当然从菲律宾方面来说，他要加以否定，才能够说否定中国在南海的合理主张，那么维护他自己所谓的这种主权主张。因为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菲律宾本身他这种执法船只或者军队，他对于保护自己本国渔民这种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怂恿自己的渔民继续这种无视中国的法规捕鱼，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也就是拿自己国家的这个人民当子弹，或者这个实际是去碰撞，那实际上是以牺牲菲律宾民众的这种生命和财产为代价的。搅局南海一计不成，菲律宾又出新招。就在中国海警新规正式生效的同一天，非外交部宣布，非政府已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正式提交了关于南海西巴拉望区域扩展大陆架权利的文件，要求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延伸至350海里。丁铎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实有相关规定，但菲方故意回避的是，西巴拉望区域所谓在南海的外大陆架和中国主张管辖海域存在重叠，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按照联合国议事规则，有关申请大概率不会被审议或将被搁置审议。丁铎进一步分析称，菲此举蓄谋已久，并得到了美国的背后支持。菲方主要目的是通过提出外大陆架划界案的方式，坐实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同时在涉海国际多边场合，在国际舆论场上诱导个别国家对中国南海政策和立场主张的攻击抹黑。考虑到菲律宾还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8个岛礁，近期又在仙滨礁、铁线礁等地制造事端，菲律宾这次又申请扩展南海大陆架，也是图谋以此洗白、固化甚至扩展自身在南海非法所得。实际上就是中菲现在在南海的这种争议的斗争已经一个全面化的状态。那可是的最明显就是海上一线在执法。那除此以外，我们经常说的像这种关于这种司法的斗争啊、国际话语权的斗争啊、军事的斗争都在展开。所以可以看到，实际上双方的工具箱里都有很多的工具。菲律宾自己现在所谓的战略主动性也在加强，就自己挑出了要和中国进行南海问题的斗争。所以美国因素和菲律宾国内政治斗争的因素，实际上同时都在促进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政策的激进化和冒险度。针对菲方最新动态，17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在回答深圳卫视提问时明确指出，这是侵犯中国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行为。根据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议事规则，菲方提交的划界案如涉及争议海域，委员会不应审议和认定。我注意到，马克思上台以来，菲律宾在仁爱礁、黄岩岛、铁线礁、仙滨礁等地不断挑起争端，试图在总体稳定的南海局势中制造分歧。但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暴露了其在国际舞台上试图通过单边行动强行推动自身非法主张的企图。随着中国在南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软硬实力逐步提升，菲律宾的企图注定无法成功。林健还就当天发生的中菲船只擦碰事件、中国海警新规有关问题进行了多项回应，称中国海警依法对菲船只采取必要管制措施，现场操作专业克制、合理合法。他还强调，中国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的实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中方坚持同直接有关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妥处涉海的矛盾分歧，同时对任何海上侵权挑衅的行径予以坚决应对。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13号接受中国媒体专访，谈及南海问题时也表示，地区国家间存在争议时，应由各自通过双边或多边讨论解决，而非到处制造麻烦，甚至依靠外部势力介入。他还不点名批评称，某些东盟国家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苗头。Some contentious claims, we say, okay, we discuss bilaterally or multilaterally within ASEAN. But that's been the position. We set standing notes, complaining here and there, but that's the minor which it does not in any way cast, or make things more difficult or create this sort of a distrust. It does not. Okay, some countries in ASEAN start having that those issues,
Our position is you have to negotiate among friends, and there's no reason why an outside power, ASEAN as a whole, will take that position. We prefer that than getting an outside force to impose any condition.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本月18号至1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在随后19号至20号，普京将访问越南。据悉，这将是普京时隔24年来对朝鲜的首次访问，也是金正恩首次以朝鲜最高领导人身份接待俄罗斯元首来访。外界预计，双方将在多领域加深合作。韩国《韩民族日报》评论称，此访将为俄朝加强全方面战略合作的新契机，这令美西方国家极为警惕。美国五角大楼今年5月就曾发布报告渲染称，俄罗斯正在乌克兰使用朝鲜制造的弹道导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在本月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曾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原则上讲，中方欢迎俄罗斯与相关国家巩固和发展传统友好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和平峰会召开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14号发表讲话，开出了2年多来的第一份停火条件，包括乌军从东部4个地区撤出、书面承诺不加入北约，以及美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等。Как только в Киеве заявят о том, что готовы к такому решению и начнут реальный вывод войск из этих регионов, также официально уведомят об отказе от планов вступления в НАТО,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буквально в ту же минуту, последует приказ прекратить огонь и нач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这些条件立即被乌克兰和北约方面拒绝。乌总统办公室回应称，俄方开出的条件包含领土诉求，因此这并不是真正的和平建议。但有瑞士媒体报道称，虽然普京开出的条件被拒绝，但很显然，这些内容成为了和平峰会上没有被摆上台面的潜在议题。距离俄乌之间能够产生实质性成果的和谈的条件依然不成熟。另外一个侧面也表明，乌克兰方面还没有说认输服软，在得到了西方的大力的援助以后呢，现在其信心和最后的取胜的欲望还没有衰竭。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周日在瑞士落幕，虽然发布了会议公告，但14个参会国并未签署。您对此如何看？此次瑞士和平峰会还是非常受关注的，90多个国家代表出席，其中有57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是政府首脑出席。这不仅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在联合国以外召开的最大规模的峰会，也是几十年来没有出现过的就某一国际和平安全重大议题召开的国际峰会。在此之前呢，沙特曾经主办过围绕俄乌冲突的国际会议，但是规模没有瑞士这一次这么大。因此呢，从外交活动来说呢，瑞士和平峰会的召开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情，显示了瑞士在国际外交网络中的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和平峰会的召开，尤其是如此大规模的会议，不可能达成实质性的成果，众口难调。近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会议，很难在不到2天的会议中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达成实质性的共识。这与2战期间的几次影响重大的峰会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个人更认为说，这次峰会主要是外交层面的，具有比较强的仪式性。乌克兰借着此次峰会可以占据全球舆论的中心，获得道义和外交的支持。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第3个年头，对乌克兰来说，让这一议题成为国际舆论焦点还是非常重要的。从峰会的议题以及后来发表的联合声明，可以说这次峰会并没有在俄乌冲突议题本身琢磨，主要涉及到核安全、粮食安全、战俘交换等等。因为俄乌冲突外溢出来，对全球的核安全、粮食供应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对联合国宪章以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表述，都在过去2年中反复被提及，在之前出现的提议、方案和声明中呢都有体现。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虽然没有出席峰会，但是俄罗斯是不在场的参与者。一方面呢，俄乌冲突的主要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另外一方面呢，峰会之前，普京总统提出了俄罗斯的和平方案，虽然被乌克兰拒绝，但是也是瑞士和平峰会潜在的话题。土耳其、沙特、肯尼亚等国的代表呢，也提及说要俄罗斯参与其中，才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普京通过提前发表和平方案，也蹭到了瑞士峰会的热度，可以说是以进为退的外交努力。需要看到的是呢，此次瑞士和平峰会的与会代表不少来自全球南方国家，但是发表声明的时候呢，印度、巴西、南非等大国并没有署名。其中折射出的是当前国际秩序的深层的结构。俄乌冲突终归是欧洲体系内部的纷争。从历史来看，近代的200-300年，中东欧这一巨型的巴尔干半岛战争不断，世界一半左右的国家并没有参加峰会，这也显示出俄乌冲突的地缘属性。另外呢，一些中小国家与会也反映出俄乌冲突的外溢对很多国家产生了冲击。因此呢，这次和平峰会最大的成果可以说是凝聚了和平的共识，表达了和平的意愿。俄乌双方都表现出对和谈持开放态度。下一次和平峰会可能俄乌双方都会出席。如果是那样的话，峰会可能会更具有战略意义。俄乌双方提出了和谈条件，但是双方的立场相差甚远。那您认为距离和平还有多远？瑞士和平峰会距离俄乌冲突的终结还有距离，但这次峰会期间，俄乌都表达了各自和谈的条件。乌克兰此前提出的诉求，并没有在峰会期间得到充分的体现。泽连斯基总统提到，只要俄罗斯撤军，就可以展开谈判。应该说呢，这要比之前的要求降低了一些。而普京总统提出的要求呢，也是让乌克兰撤军，从乌克兰东部4州撤军，并且不加入北约。此前不断强调的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也在考虑之中。从双方的表态能够看到，领土成为和谈与否的关键，这也进一步呈现出俄乌冲突的逻辑和本质。就目前的态势来看，如果在战场上没有比较明显的结果，和谈可能就难以有效地展开。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互有攻守，前段时间因为援助迟缓，乌军处于下风，俄军呢试图在哈尔科夫打开缺口，但是呢，随着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弹药进入战场，尤其是陆军战术导弹，使得乌克兰频频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而一直受到关注的 F-16战机呢，即将进入战场，这可能对战场的态势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更值得关注的是呢，乌克兰已经与包括七国集团在内的10几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安全协定，而北约对乌克兰也做出了持续10年的援助计划。俄罗斯面对的是七国集团以及欧美共同支撑的战争机器。在这些武器装备还没有被充分利用之前呢，各方并不急于进行谈判。至于普京总统提出的让乌克兰从乌东4州撤军才能进行谈判，可能对俄罗斯的战略和外交的态势并不有利。当然，普京总统也可能是说给国内民众听的，俄罗斯已经转入战时经济，但是长期的消耗战必然会让俄罗斯元气大伤。在过去的2年多呢，俄罗斯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取胜是俄罗斯的目标。但是正如战略学家利德哈特所说的，如果在战争之后国家的地位没有得到改善，那就说不上是胜利。俄乌以及相关各方追求的胜利优先于和平，这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态势。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澳大利亚的访问行程进入第3天。17号上午，第9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在堪培拉举行，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中方邀请澳大利亚领导人在双方方便时访华，澳方对此表示欢迎。中方还当场宣布将把澳大利亚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此举受到澳大利亚舆论的热烈欢迎。当地时间17号上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议会大厦广场为李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现场鸣放礼炮19响，军乐队高奏中澳2国国歌，李强检阅了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在堪培拉议会大厦同阿尔巴尼斯举行第9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李强指出，中澳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互利共赢，中澳发展对彼此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中方愿同澳方不断扩大贸易规模，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发电等领域合作，加强地方文旅等交流合作。希望澳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为双方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方高兴地看到当前澳中关系企稳向好，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澳方愿同中方保持对话沟通，深化各领域合作，不让分歧定义双边关系，推动澳中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欢迎更多中国学生和游客来澳留学旅游。
两国总理一致同意坚持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巩固中澳关系改善发展势头，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双方宣布，年内将在澳举行第10届中澳科技合作联委会会议、中澳高级别对话第8次会议、第8次中澳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中方将把澳大利亚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双方同意互为旅游、商务、探亲人员审发3至5年多次入境签证。深圳卫视注意到，中方将对澳免签的消息公布后半小时，携程国际平台澳大利亚游客搜索中国相关关键词热度环比前一天增长超80%。实际上，自阿尔巴尼斯去年底访华以来，两国关系持续转暖，航班持续加密。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澳大利亚位列中国入境游第5大客源国，入境旅游订单同比增长155%。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航班数量同比增幅超过220%。澳大利亚游客来中国的热门目的地包括北上广深、成都等地。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澳大利亚往返中国的机票均价较去年同期降低近30%。在南半球颇具舆论影响力的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报道指出，中国已经对全球多国免签，澳大利亚也被纳入这个特殊的朋友圈，是重大利好。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就是想向澳洲政府，也包括向澳洲人包括向澳洲的这个华人释放信号，就是说以后中国希望和澳洲发展一个长期稳定互利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吧。会晤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战略经济对话自贸协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教育、文化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并共同会见记者。Australia advocates that we should all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a regional balance where no country dominates and no country is dominated. A region where countries large and small operate by the same rules that we have all had a say in shaping. 会后发表的中澳总理年度会晤联合成果声明提及，双方肯定两国领导人、部长和各层级官方开展定期接触，支持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双方确认计划于2024年重启中澳战略经济对话。观察指出，这意味着本年度中澳高层对话机制又成功重启了一个，为两国关系持续升温再添助力。实际上，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是中澳总理定期会晤下的重要机制。自2014年开始，总共举行了3次。但202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中方因此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报道中指出，过去7年来，澳中关系经历跌宕起伏，从跌入冰点到近2年逐渐回暖，影响不少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澳中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李强此次来访备受该国社会各界瞩目。值得注意的是，17号下午，李强还在堪培拉会见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达顿。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澳大利亚朝野各界一道，进一步加强对话沟通，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处理分歧。达顿表示，澳中关系至关重要，澳反对党乐见中国发展繁荣，并将中国视为伙伴，希望澳中关系稳定发展。澳反对党愿同中方保持沟通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深化。深圳卫视注意到，达顿曾任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和防长，在中澳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他多次表示，澳大利亚应认真思考对华关系，并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去年，达顿在与到访的中联部部长刘建超会见时表示，双方应直面分歧，坦诚沟通，避免两国关系再次受到冲击。澳大利亚悉尼先锋晨报近期还报道指出，达顿目前的人气高涨，是下届总理的强有力潜在人选。The Australian and Chinese people created many new pipelines of business, trade and migration. Indeed, just the other day, it was reported that China's need for Australia's quality thermal coal has generated electricity for thousands of your citizens and generated thousands of jobs here in Australia. And that is just one of many examples of how both our peoples benefit from these enduring pipelines. 中澳关系呢互补性强潜力非常的巨大。中澳两国之间呢
在贸易结构上这个产生结构性矛盾的领域并不多。澳大利亚有的中国呢相对的比较薄弱，中国有的澳大利亚呢也相对的缺乏。所以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尽管两国的政治关系遇到了一定的挫折，但两国的贸易呢仍然保持在一个高位。值得一提的是，6月17号，在两国总理见证下，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签署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澳自贸协定实施的谅解备忘录。中澳自贸协定的新进展也令澳大利亚业界欢欣鼓舞。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第一时间表示，如果没有中国，澳大利亚人购买消费品的费用将增加4.2%。中澳自贸协定是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签署的首个高水平自贸协定，自2015年12月生效实施以来，有力促进了两国经贸往来。此次签署备忘录有助于双方进一步深化自贸协定框架下的合作，继续发掘协定潜能，推动中澳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既是澳第一大出口目的地。该国1/3的出口商品的买家是中国企业，同时中国也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1/4进口产品来自中国。去年中澳贸易额再创新高，约合人民币13453.6亿元，澳近80%的贸易顺差来自对华贸易，投资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澳大利亚煤炭、原木、大麦、甘草等产品已重返中国市场。实际上10年前，当时中澳两国之间采取了自由贸易、自由投资的相关的协定的时候呢，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这个关切和期待。那个时候相互达成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10亿美元以下的都不需要经过审批。那么这么好的这个投资条款呢，在后来呢一段时间里面受到了一定的挫折。那我觉得接下来呢，中澳之间的这个投资、贸易以及相关的经济的各种协议我们都呼吁更多的能够落实更多的落实呢，也将有助于中澳两国的民众中澳两国市场的共同的繁荣。路透社引述阿尔巴尼斯的话说：“我们也有分歧，这就是为什么坦诚对话如此重要。”报道特别提及，会晤后，李强告诉记者，两国领导人举行了坦诚、深入、富有成果的会议，达成了很多共识。对于新华社报道提到的反对阵营对抗和新冷战，路透社认为这指的是美英澳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中方曾多次强调，搞阵营对抗、拼凑排他性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地区国家共同意愿。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在标题中就指出，双方同意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专家分析说，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澳大利亚采取两手策略，也就是在经贸上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在战略上则追随美国印太战略的部署。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发文认为，自中澳建交以来，虽然两国关系经历了起伏，近年来也时有摩擦，但双边关系仍具有韧性，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人民的期待。两国将在承认分歧的同时，以冷静和专业的外交手段处理分歧，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继续合作共赢。17号上午，李强在堪培拉集体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长莱恩斯、众议长迪克时就表示，中澳关系下一步要取得更大发展，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中澳两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不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差异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加强沟通对话，以增进了解，消除疑虑。中国通过不断的促和去跟更多的国家加强合作那么也用这种真诚的合作意愿呢，去化解掉某些势力希望掀起新冷战、脱钩的这种不良的动机那我觉得，所以呢，中澳这次总理的会晤不仅仅是双边层面上的两国关系的不断转圜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更重要的呢，它也牵动着整个世界变局的更好的往积极方向去转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17号，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进出口增长较快。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以中国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不断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来看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发回的报道。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1至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8万8006亿元，同比增长4.0%。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货物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进出口总额3万7077亿元，同比增长8.6%。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7%，增速较4月上升1.4个百分点，结束了2023年12月以来增速持续走低的趋势。社销数据超预期，被普遍认为是5月经济数据的主要亮点。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稳，生产稳定增长，需求持续恢复，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转型升级持续，运行总体平稳。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分析认为，纵览5月份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相关数据，呈现出经济是稳步恢复和增长，尤其是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出口方面保持持续加快增长态势及物价水平稳定，价格逐渐回暖3大亮点。经济高质量发展。突出表现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态势是良好的。那这里面呢，就是科技创新持续的赋能高质量发展。我们看到制造业的它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这个转型态势是非常显著的。从去年我们一直担心我们出现通缩的这种情况，或者我们用类通缩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月特别表现良好的是价格逐渐的在回暖，这是一个防通缩的一个非常良好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33.6%。刘英认为，中国的出口贸易，不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都保持了稳健和较快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等新3样上面表现尤为突出。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全球的稳固的产业链、供应链，表现出来我们相关的企业它的成本的降低，它的效益的提高，它整个的出口的性价比非常之高，所以它的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第二点呢，我认为是我们稳增长、稳外贸、稳出口的一系列的宏观政策举措的一个其效果。我们的政策的释放，确保我们的出口具有核心的竞争力。在上午的发布会现场，我们看到了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东京电视台、路透社的记者都主动发问，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走向的关切。那实际上呢，5到6月份，欧盟委员会、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对中国今年的增长预期进行了上调，而且呢，在报告中几乎都提及了中国出口等经济活动强于预期。那根据刘安华的介绍，前5个月我国进出口累计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同时，中国对全球经济的积极溢出效应正在越走越强。今年以来，中国外贸数字持续表现亮眼，受到外媒关注。在1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5%的基础上，2季度迅速走高，4月份同比增长8%，5月份增长率更提高到8.6%。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注意到，中国新能源车产销两旺。去年，在深圳车企比亚迪的推动下，中国汽车品牌销量包括新能源车和燃油车首次超过美国，新车总销售量为1340万辆，比美国多150万辆。报道援引研究员穆尼奥斯的观点指出，尽管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冲突有加剧的态势，加之高利率和高汽车价格等其他因素，但中国新能源车品牌无惧竞争。在楼市方面，517房产新政已出台1个月，成效如何备受外界关注。国家统计局介绍，5月中旬以来，有关部门和地区进一步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虽然1至5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降幅有所收窄，但也要看到政策效应释放还需要一定时间。目前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过程中。
要着力推动已出台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继续研究储备新的去库存、稳市场政策措施。那么这些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下阶段将会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刘英认为，房地产正在走向新的模式，即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在于宏观把控，发挥保障房再贷款工具等作用，实现对保障性人群的房屋配租配售；另一方面，则是吸引高端人才按照需求来订购。那我们其实房地产的调控，我认为也是几年的时间，它应该逐渐的去到位，逐渐的去筑底或者回稳的一个过程。那非常关键的一点，我认为应该看到的是，房地产正在转向新模式。And that they can be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in their policy approach. And I think the affordable housing angle to this, Melissa, is really creative. But I certainly think the policy signal is positive. 17号首届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在瑞士闭幕。本次峰会有90多国参与，但有14国拒绝签署联合声明。此外，声明中还删除了北约成员国主张写入的“侵略”一词，被美西方舆论认为是重大挫败。此外，俄罗斯在峰会前抛出和谈条件，则被认为是这场和平峰会的潜在议题。泽连斯基会后表示，此次会议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并期待第2次和平峰会可结束战争。The path will be opened for the second peace summit, and thus for ending this war, for a just and lasting peace. 根据和平峰会结束时发布的联合公报指出，俄乌冲突正持续带来大规模的人类苦难和破坏，并造成了可能冲击全球的风险和危机。同时，公报也表示要维护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并强调实现和平需要所有各方的参与和对话。公报还提及核安全问题，呼吁俄方将扎波罗热核电站交还乌克兰完全控制，确保乌克兰食品生产和供应不中断，确保黑海和亚速海港口完全开放，释放所有战俘，并交还所有被驱逐的乌克兰儿童等。不过，据峰会最终公开的结果文本显示，92个正式与会国家和地区中，包括巴西、印度、南非、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金砖国家，以及亚美尼亚、巴林、梵蒂冈等，一共有14个国家没有签署联合公报。外界注意到，为争取更多与会国家的支持，该联合公报已在文本表达上趋于温和，一些存在争议的议题没有提及，包括乌克兰的战后解决方案、乌克兰是否可以加入北约，以及俄乌双方的撤军如何进行等。路透社注意到，公报对于冲突的描述也选择了较为中性的战争，而非此前常被美西方国家提及的侵略。这显示出与会国在冲突的定性上并未达成明确共识。欧洲媒体指出，瑞士作为永久中立国，具有较为丰富的办会经验，但这次和平峰会除了没有邀请俄罗斯，还存在一个较大缺陷，那就是缺乏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这被认为是瑞士在乌克兰极力要求下主办这次会议的初衷之一。据德国新闻电视台15号引述奥地利总理内哈默的话称，本次会议实际就像一个西方回音室。在他看来，没有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支持，西方无法迫使俄罗斯改变对俄乌冲突的看法。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会议主办方共向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出了邀请，但最终确认参会的约90国，还有国家临时取消参会。一些重要的全球南方国家，例如巴西、印度和南非等，也仅派出了级别较低的代表团。这次无论是说从造势上，还是说在实质上成果上呢，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那我们看到了全球南方国家呢，并没有被争取到所谓的西方阵营里面来。这种单边的这种批判会的形式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成果，那也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参与方的支持。外界注意到，实际上可能是考虑到实际成果有限的结局，美欧国家同样对这次会议不上心。尤其令乌克兰失望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在意大利出席完7国集团峰会后，没有顺道到瑞士开会，而是直接回国参加大选筹款会，
改由副总统哈里斯参加，但他也在会议结束前就匆匆离开瑞士，仅仅待了几个小时。德国总理舒尔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人也随即提前离开。更为罕见的是，作为刚决定花610亿美元援乌的美国的主流媒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网站首页竟然没有报道这场和平峰会的消息。看到，其实西方对于援乌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疲劳症。那这次和平峰会，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呢，是一次秀场式的走秀式的表演。有参会方注意到，在会议过程中，不断有国家提出应该让俄罗斯参会，包括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甚至在15号的首脑会议全体会议上，作为峰会东道主的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也表示，俄罗斯必须参与乌克兰的和平进程。We are all aware that a peace process without Russia is inconceivable. A lasting solution must involve both parties. 针对一些美西方舆论对中国没有参会进行污名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强调，希望看到中国在讨论冲突解决方案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他还补充说，乌克兰从未说过中国是我们的敌人。对于选择这次不参会的原因，中方早已进行了解释。本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不参会并不代表不支持和平。中方反复强调，和会应具备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这3个重要要素。中方难以参会，正是因为中方认为本次会议恐怕无法实现这3点。在17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在回答有关问题时再作出表态。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未出席这次和平峰会，不对会议的联合公报作出评论。